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6.13，收盘价是177.48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9.35，最低价是在175.5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618.64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继续增强。MACD 双线的方向继续是趋于合拢，然后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空头趋势的转变开始，也就是说继续减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继续在股价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比较大幅的低开盘，也就是开盘价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但是开盘即遇到了支撑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么上方呢是在180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，然后股价被压回，收盘价呢是收在当日 K 线的中部，那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是呈现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相对比较大幅的量缩。那这样的现象生成一根这样的小绿 K 线，然后呢盘中出现一个小幅的震荡，成交量继续量缩，这说明股价在继续等待突破。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在6月6日股价下方是172遇到了支撑之后股价开始反弹向上，然后呢上方继续是要测试182，但是在180这个位置即遇到了压力，然后股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那么在6月7日生成这根 K 线是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那说明上方向上测试的过程当中，上方遇到了压力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，很可能股价是继续下行去测试172。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在数个交易日以来，股价一直是在上方测试182之后，下方即测试172、173，然后再向上测试，再向下测试。那从这样的一个走势来，从这样一个走势来看呢，那多头一直是在守182，空头一直是在守172。那么这两个位置呢，依然是股价日后要突破的两个位置。那这样一来，这两个位置将成为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股价一旦收盘价能够站上182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上行的走势。但是一旦是跌破了172呢，那股价将会出现一波下行的走势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样说，从6月7日的 K 线来看，那在6月10日股价将会向下去测试17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是在177附近。对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突破反弹，那么收盘价会在185。
或者是在189附近，实际在6月7日收盘价是在177.48，出现了横盘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啊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向下测试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6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72，然后呢，支撑是173，对，然后第二个目标是168，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自2024年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因为下方再次出现底低，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位置被跌破，当然接下来的第三个目标就是139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说上行的目标也是不变，依然是187，在到达它之前182将是一个强压力。那我们再回顾一下，182是5月23日和5月24日这两根 K 线形成的母子怀抱的变盘的 K 线组合。那么变盘的 K 线组合，母线的最高182和它的最低173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标志，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向上182这个位置是强压力。好，那么突破这个强压力，如果187第一个目标被站上，将会继续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么也就是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继续确认，再次出现头高，对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一个极强的压力，就是199，实际上就是200关口。那这个位置在突破之后呢，上方的目标是206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和上行的，它们分别的3个目标。然后呢，盘中我们在给出观察位之前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177，在6月7日，对，就是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下方运行会收低，但是我们会看到，在6月7日盘中啊，是正好是一半对一半，最后呢还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把股价就是说这个是推到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那到了6月10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177。那177啊是这个在6月10日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的上限，也就是从176到177是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范围内。那么我们取它的上限作为观察，就是在6月10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177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收高；但是如果在177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甚至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向下的突破。对，好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关注177的理由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，因为6月10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，我们先去除辅助线，看看前一周的K 线信息。在6月3日当周K 线图，周 K 线生成的是一根十字线，那么它是一个红色的十字线。那十字线啊，其实就是它也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也是休息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和前一个交易周啊，基本收盘价是持平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，虽然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停留在5均值的上方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站上20均值。20均值，我们看屏幕的左上方 MA20 是 177.90， 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6月3日当周这个周 K 线的收盘价在屏幕的右上方，收盘
我们会看到是在 177.48， 那也就是这个收盘价依然是在20均值的下方，它并没给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。假如目前这个收盘价站上20均值，也就是说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能重新站上20均值啊，说明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迹象。对，所以呢，它仍然这个收盘价给出了日后走势的不确定性，然后生成了一根十字线。对，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在当周6月3日当周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是量增，那其实出现这样的量增啊。我们还看到上方是有含上影线的说明上方是有卖压的。那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有获利出场，甚至是或者是可能会有空头力量在守住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的平盘，然后呢成交量增，然后又含有长上影线，又是红 K， 所以呢，我们说上方连续我们会看到1、2、3个交易周上方都是含有长上影线，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，因为我们也会看到这个5均值也是出现了方向是转折向下了。但虽然这些指标都将股价指向下方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就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182和它的最低172将是重要标志。也就是出现下行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要跌破172，那否则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在172上方继续横盘。对，那么那这是我们对这样一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，在日 K 线图我们看到连续其实周 K 线图也能看到，连续2个交易周上方都是在182遇压，下方都是在172、173附近遇支撑，连续2个交易周甚至3个交易周股价是在这一个位置进行横盘，那么一定这个它们的最高182和173将成为日后股价突破的标志。那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从周 K 线图来看，即使出现平盘，那么股价也会重新站上20均值，它也是重要的标志。对，所以我们认为在6月10日当周股价会选择一个方向。对，那么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也来给出一个推算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计算的是20均值是在175附近，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只要股价能够收盘在175的上方，就等于能够重新站上对不起，说错了，是177，也就是还是横盘，只要出现横盘，那就是重新站上了20均值，这是重要标志。对，那所以依照这样的一个我计算的均线计算结果呢，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产生一个下行的走势，否则那么股价一定会重新站上20均值，为股价向上做这个奠定一个基础。对，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选择方向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周 K 线图从 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和对日后走势的一个推算。那么我们再调出辅助线，好，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这个说明的时候给出的预测，就是在6月3日当周，如果股价收高会收在189附近，然后呢，如果收低会收在165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低是在
72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没有在当周是没有跌破这个观察线的，所以它是收在了相对高的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出6月10日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上行的话，收盘价会在185这个位置。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。如果是收低，我们依然认为会收盘价会在165附近。那么周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182，我们把它调整到它的最高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观察线放在这样一个高的位置呢？因为我们如果关注它的最低172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，说股价这个即使是出现横盘，那么都会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，那这是空头不愿意看到的，那股价一定会这个叫做继续向下推动，而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。那我们预测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走势啊，连续出现横盘，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日 K 线图，这是均线纠结。那均线出现纠结之后，一定应该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，对。所以我们回到周 K 线图可以看到，依据 K 线信息，股价是向下的，但是依据日 K 线图呢，那么均线纠结股价会有可能会向上，对。那所以我们要关注前高，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股价如果能够在182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收高的，但是一旦收高，我们认为上方依然会有卖压的出现，对，或者是有空头的力量继续去守，接下来它要守的位置是185，是5月20日这根K 线的最高。同时我们会看到在5月6日当周周 K 线图最高也是在186、187附近，所以我们认为股价一旦出现了大幅的上行，上方一定还是有卖压的，那股价会被压回。那我们认为如果股价能够在182上方运行，会有收高的可能，但是呢，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股价会出现这个下行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继续横盘，对。那么极为不好的情况就是低开盘，然后在20均值遇压力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对。所以呢，周中我们认为这个要关注的位置是182，就是我们从日 K 线图来看，股价还是要继续向上的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关注18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那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么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或者强反弹的仓位，是在6月7日收盘价178这个位置5%进场，获利目标我们说的是在182到183。那么在6月7日我们会看到股价是没有到达这个位置的，因此可能说这样的仓位是没有获利出场的。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172到173，那在6月7日收盘价也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6月7日收盘价在177.48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出现了一个价跌量缩，对。那虽然价跌量缩预示着股价有可能会上行呢，但是没有一个增量的成交量，
虽然股价一直留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依然是含有长上影线，也就是上方还是有压力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对，除非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，我们才有可能会考虑加仓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仓位到了6月10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173到172这两个位置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182，对，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172和168这两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80，是前2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82，第三个压力位187，第四个压力位是199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各条均线值，是从176到177，它们都在这个范围内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支撑是172到173，然后第三个支撑位是168，第四个支撑位我们给出的是15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，我们给出的是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177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73，收盘会收在17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回档，也就是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2，收盘会收在180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